哎，你说在英国，学校老师会不会给孩子穿小鞋呢？老师因为跟家长不高兴，给孩子脸子看了，咱家长怎么悟，怎么度，怎么规避孩子的接触？我和我加拿大老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事儿啊。俺家翟奥达这不是今年9月份入学南丁格尔小学学前班了吗？班主任老师姓钢笔水，学生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钢笔水女士。完，学校这个校服呢是一个短袖配个小卫衣，然后女生再配个小裙儿。结果开学第一天回家，我就发现她大外套里边就一小短袖，校服的卫衣没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上学，我就问老师这事儿，老师跟我说啊，昨天放学的时候墙上挂了个校服，我看没人拿，上面也没写名也没缝字儿。然后有个小男孩走的时候，我寻思应该是他的，我就给他穿上了，没想到是你家孩子的。我一听这意思，人家老师反正就是给别人的，而且完全没有说啊对不起，我想想我给谁了，我就给你要回来的意思。我呢就没吱声，我寻思你说那你说咋整？那周末上那个卖校服的商店再给孩子买一套呗，对不？我大胖媳妇一听说孩子校服丢了，那立马就高上了。我就跟他说，不要惹气，不要起屁，不要拿孩子玩风流的游戏。这事儿你不能跟老师杠，你杠完万一孩子在中间受委屈呢，对不？那我大胖媳妇不听，他要敢对孩子有一点不一样待遇，我就投诉他，我让他失去工作。这事儿呢，俺俩的思路不一样，主要因为俺俩从小受的影响不一样。他来自的这加拿大家庭呢，就是这家风。我婆婆叫温迪嘛，江湖人称温斯闹嘛。医院医闹，商场购闹，饭店吃闹，公路架闹，一言不合就干仗，一言不合就投诉。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他啥也不买，到人家快餐店，大方管人要冰水，人服务员说只有水没有冰。哎，我婆婆把经理给叫下来了，在那给人家总部打电话。最后服务员上后厨给他整了一杯冰水，还道的歉。他呢就觉得这个仗干得老美了，但是我就觉得哈，你说这个冰块万一是后厨冻鸡屁股的冰，拔猪尾巴的块，或者来自储存鱼鳞的塑料袋，你说你上哪知道去，值不值得呀？所以我老公跟他家人视频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我婆婆、我小姑子他们都一致赞成我老公的观点，就你不管咋地，钢笔水老师你得把我校服给我整回来。然后我小姑子还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跟我举例子，说今天呢，她因为工作的需要去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到那儿觉得护士这个下手捅的疼，当场叫嚣要投诉人家。关键是你叫嚣，你等人家捅完的呀，人家正捅呢，她犯公主病，简称这就是正捅不要命。干俺视频的时候都过去一下午了，嘴还这样式的呢。我看他这造型，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被检测了呀。我说你咋检的？他说就左边右边吧，左边右边，完事再左边右边嘛。我一听，好像鼻梁都让人挑开了。他说：“那你不都检测过了吗？你还不知道咋检的吗？”我说：“我被测3回，挨的捅都不一定有你1回多。”完，他说的啊，护士说我鼻子小，鼻通道狭窄。我说你要是再跟他说一次，你要投诉他，你鼻通道就更狭窄了。他能直接给你鼻通道捅成双向6车道的，下次要再测你都得申请 ETC。结果第二天，我老公还是去学校跟老师纷争这事儿去了，就是坚决让老师把这校服给找回来。我是咋知道的呢？晚上俺家孩子回来跟我哭了。说白天上体育课，全班同学都出去上去了，老师让俺家孩子在屋看着。原因呢是说俺家孩子体育课穿着衣服违规，就学校规定的体育课衣服都是白色的短袖，俺家孩子衣服呢是在铁岭夜市买的，所以脖子后边印了4个字时尚宝宝。结果老师就说这衣服不合格，没让俺家孩子上。以前也没有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后来呢是我偷摸背着我老公给老师提了4个大月饼送的礼，当时是10月初嘛。这幸亏我的祖国的美食后台极为强硬，就随便提溜点啥都妥妥给他治的浮溜浮溜的。老师刚开始还跟我端着，看着礼物还整一个什么做的呀？我肤质过敏。第二天早上见着我的时候就废了，就什么玩意儿是？上哪儿买的？我能买着不？我说你肤质过敏敢吃啊？他说的啊，我那个过敏也就是胀肚，也不至于死人。结果这个事儿呢，昨天让我大胖媳妇知道了，这家气的是我触犯原则，还跟我算账。你说你丢了个校服100块钱，重新买个校服100块钱，你还搭进去4个8块5的月饼，你说你这败家媳妇，你里外里浪费了多少钱？我说来，你别停来，你算一下我里外里浪费了多少钱。我大胖媳妇8块5乘以4，嘎那了，憋一脑袋汗算不出来。我说你自己回想一下子吧，作为有名的笑闹的儿子，你当年的数学到底是谁教的？还嘚瑟呢。
这外国人对中国的属相不了解，能扯出多少乐子，你都想不到。我的婆婆温迪65年生人，属蛇，但她自己不知道，她一直以为属相这个东西吧是自选的，所以在来中国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属龙。直到去年第一次来中国，非常开心跟我说她属龙，我心里一算不对，我说温迪，我爱你，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有个事儿呢，我不能再瞒着你了。你属蛇。温迪听完之后疯了，谁属蛇呀？你才属蛇呢，谁定的这事儿啊？我说没事儿，温迪，人有人管蛇叫小龙，也都差不多。温迪说你拉倒吧，那李小龙咋不叫李蛇呢？李蛇呢？温迪还没等接受自己属蛇这个残酷的现实呢，又被我妈给吓着了。见着我妈说温迪你属啥呀？温迪说他们都说我属蛇。我妈说啊，那你今年58，挺年轻啊。我婆婆当时惊呆了，就她完全不懂我妈是怎么在得知她属相的下一秒就算出了她的芳龄的。她以为我妈是一个什么萨满巫师搁这算命呢，还试探了一下我妈说那旁边那个吹唢呐这个男士你属啥？吹唢呐的人说我也属蛇。温迪问我妈那他多大？我妈说他那46呗。温迪后背一身冷汗呢，就拉着我说他是怎么知道一只蛇和另一只蛇之间差12岁的？哎，你妈有这种神算别人年龄的特异功能，你平时不往出炫耀吗？我说是，你也谦虚点，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我告诉你。温迪回到加拿大，就向她的老公布莱恩宣布了这个噩耗。她原来不属龙，她属蛇。布莱恩也很震惊，说：“那我一直以为我属虎呢。那要这么说，我也不属虎呗。”温迪说：“哎呀妈呀，那要这么说可不是咋的？”结果俩人一查，布莱恩属鼠。温迪说：“完了，你这还不如我呢。”我说：“你俩是真有意思，本来应该是龙虎双雄，结果闹了个蛇鼠一窝。你说这扯不扯？”温迪就一直非常纠结属相这个事儿。她的好姐妹乃奥米来她家看她，还问人家属啥，人乃奥米说：“我属猪。”温迪还安慰人家说：“别上火，我属蛇。下次我去中国找人，争取把咱这属相改。而且我跟你说，属相这玩意儿那才神叨呢。我亲家母，你报属相上算你多大岁数？”乃奥米说：“我不在乎我属啥，属猪我不生气，但是因为猪猜出来我64，那我不太开心。我要是看着能像46，你让我数塑料袋就行。”我说改属相这玩意儿也不能改年龄，但是有一些手段可以让你看着年轻一轮。你看我夜也熬着，肤也护着。这 HBN 晚霜我用很久了，抗老的同时特别轻盈温和，感觉皮肤更细腻。HBN 光晚霜就做了2次百人人体功效实测，还录成综艺公开全程，直接看效果。所以温迪第2次来中国就说啥要把属相这事给改了，要求非常强势，第1志愿是龙，第2志愿是虎，不接受调剂。I want to be a dragon。我爸说我不管这事儿，温迪说那我就只能找成龙了。我儿子跟他那么熟，我就直接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属龙我不能？他能不能帮我改了？ Who do I talk to? Jack Chat。然后我跟大发小说，你赶紧最近就安排我去找他。我就把大发小拉屋里，我说你妈为啥让你带着他去找成龙啊？你俩很熟啊？大发小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在加拿大那边描述的稍微夸张了一点点。我说你一共就见过成龙大哥1面，待了7分钟，照了1张照片，那你在加拿大那边是咋夸张的呢？他也不吱声。后来让我问出来了，爸爸说他跟 Jackie 是好兄弟，一起出去吃烧烤什么的。那题是真的吗？对呀，我也去了。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这加拿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今天给你们讲讲吧。顺便说一句，爸呀，当初难为你了，谢谢你的体谅啊！父亲节快到了，祝你父亲节快乐。那时候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话也没直接说呢。然后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第2天就到。我说行了，我去机场接你去。然后第2天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我就说的那行了，我走了啊，我去机场接我爸去。完他说的啊，你爸来了，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我说不用，你也挺忙的，你这个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不忙，我老闲了，我跟你一块去吧。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我当时寻思不行啊，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完他就鸡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最后整的我没招了。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多浪费感情啊。完他还没听明白，浪费谁感情？为啥浪费感情？我也不跟你爸处对象。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完他说的哎呀妈，那可见老了，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有时候是女朋友，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人吃了就行。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我妈让我管人要钱。我说那你咋办的？我带她私奔了。那个时候那年少懵懂的我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之后数年被婆婆要钱的我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完事我就听明白了，就是外国人呢，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你爹妈都不一定问。但是我不行啊，我没处过对象，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所以我想来想去，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然后我就上车了，给他扔道边了。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我当时瞅他那样，我瞅他也挺可怜的，我心一软，我就上来吧。完他是乐颠的，像大白耗似的就穿上来了。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我就想告诉他，让他有点心理准备，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耗子。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接不着啊。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俺俩到时候让我爸已经着陆了，正往出走呢，这时间很紧张，我这一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应该说啥。完，我老公这人呢，他虽然心眼不是很全，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就跟他学呗，他说啥我说啥。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迎上去了。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你们也都见识了。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听听彩铃东北人嘛，对不？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我说到了爸。我爸也挺想我的，刚过来想要抱抱我，这时候旁边噌一下窜出一只大白耗子，也整一个到了吧，到了吧。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他也不至于学。就我一到了吧，他还以为我叫名呢，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吧，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给我爸吓一激灵。心寻就这年头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我爸就愣着了，给我整的我没招，我说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处了个对象，他叫啥啥啥。给我爸整的哈，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彻底蒙圈了。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就赶紧帮拎，赶紧帮拎。我老公也没看明白，结果快上车的时候，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你自己说呗。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好上了，一点不配合，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给我尬的呀！我说爸，你先上车吧。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我就问他，你咋的？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结果人说的，我看到老爸挺年轻的，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我寻思人到老爸该不高兴了，人到老爸该不高兴了。